晚上好，欢迎来到深夜听书小电台。今晚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我的阿勒泰》。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活得太吵了？不是指车水马龙、信息轰炸的那种吵，而是心里的吵，是无数个声音在对你说话。这个月业绩还差多少？房贷什么时候还？别人家的孩子又考了第1名，朋友圈里谁又去了哪里旅行？这些声音织成一张细密的网，我们被裹在里面，每天忙着应对、比较、焦虑，却很少有机会停下来，听一听自己心里那片最原始的寂静。那片寂静，它可能还在，只是被埋得太深了。今晚，我想带你逃往一个地方，那里风的声音比人话大，雪的重量比心事重，一朵云的飘过，就是一件值得抬头看半天的大事。那里的人活得粗冲简单，却有着我们早已丢失的完整的悲欢。那里是阿勒泰，中国西北角最遥远的边疆，哈萨克牧民世代转场的深山和草原。但我们要读的不是一个猎奇的边疆游记，而是一个汉家女孩，跟着开杂货铺做裁缝的妈妈和年迈的外婆，像一株脆弱的植物，被命运的风吹落到这片强悍土地上的故事。她叫李娟，她用一双受过教育却又被生活磨得无比朴素的眼睛，记录下那里的一切：牧民的迁徙，冬窝子的炊烟，森林的寂静，还有那些被我们称为苦难却被他们笑着咽下的日子。所以关掉那些嘈杂的声音吧，让我们跟着李娟干净到发光的文字，去往她的阿勒泰。在那里，我们或许能重新学会如何沉默，如何注视，如何在一无所有中感到富足。在翻开这本书之前，我们有必要认识一下李娟。她和我们印象中的作家太不一样了。她没有显赫的学历，甚至没有稳定的工作。她的人生轨迹就像阿勒泰天空的云，被风吹着走。上世纪90年代，她随着母亲从四川老家一路漂泊到新疆阿勒泰地区。母亲是个生命力旺盛到惊人的女人，为了谋生，她在深山牧场上开过裁缝铺，流动的杂货店，什么都干。李娟就成了母亲的小尾巴和帮手。你可以想象那样的场景，一个瘦弱的汉族女孩坐在四面透风的商店里，外面是零下30-40度的暴风雪，屋里烧着铁皮炉子，喝气成冰。顾客是骑着马，说着哈萨克语的牧民，他们来买一块砖茶、几包盐或是一截花布。交易常常靠比划和简单的几个词汇完成，这就是李娟的日常，也是她全部的社会关系和生活大学。她为什么会写作？最初可能只是为了排遣无边无际的寂寞。在那样空旷、寂静、与世隔绝的环境里，写作成了她与内心对话的唯一方式。她没有体验生活的优越感，因为她就在生活之中，并且这生活艰辛、具体，充满生存的压力。也正因为如此，她的文字才有了一种砸在地上能听到响声的真实感。她写阿勒泰，不是以一个外来游客的猎奇视角，也不是一个文化学者的研究心态，他是以一个闯入者兼幸存者的身份，带着好奇、惊恐、笨拙，最终又充满温柔与理解的注释，写下这一切。他的写作动机朴素得让人心疼，就是记录。记录那些转瞬即逝的古老生活方式，记录那些被主流叙事忽略的鲜活生命，记录那种在极致自然环境下人性所迸发出的韧性与幽默。所以我的阿勒泰里的每一个字都带着荒野的风雪味，草原的阳光味，和牧民生生不息的烟火气。那不是写出来的文学，那是活出来的印记。李娟的《我的阿勒泰》不像小说有连贯的情节，它更像一幅用文字织就的斑斓的游牧画卷。我们跟着她的记忆进入那个遥远、生动又无比真实的世界。故事的核心是3个女人。李娟，她生命力旺盛，
大胆泼辣的母亲，以及年迈懵懂却像大地一样安稳的外婆。他们组成的家没有固定地址，随着生意和季节在阿勒泰的深山牧场间迁徙。母亲是家的发动机和船长，她看到牧区缺少商店，就敢拉着几箱货物在森林边搭个帐篷开小卖部，发现牧民需要缝补，又支起缝纫机做裁缝。她的生存哲学是活着就要折腾，有一种近乎天真的勇敢。而外婆则是这个流动之家的根，她常常坐在门口，沉默地望着远方，用她一生的颠沛流离为这个家提供着某种厚重的背景音。李娟自己则是观察者和记录者，带着初来乍到的惊奇与不适，慢慢融入这片土地。这个家的日常就是与荒野博弈。冬天，暴风雪可以一夜之间把门堵死，他们得从窗户爬出去铲雪。夏天，干旱时得到几公里外备水，衣服只能象征性地站着洗。所谓商店，可能就是一个地窝子，货品稀少，却要应对牧民从火柴到白酒，从电池到花布的所有需求，生活被简化到最基本的层面，保暖、果腹、交易、活下去。但就在这粗糙的底色上，却开出了细腻的花。李娟携妈妈去很远的地方进货，回来时摩托车在暮色中像一个小黑点，由远及近，她的心才从悬着到落下。谢外婆走丢了，全家人和邻居在森林里疯狂寻找，找到时外婆正蹲在一丛蘑菇边，安静地等着。这些瞬间让你感到，家不是房子，是几个生命在茫茫荒野中彼此确认的温暖坐标。李娟的文字里最动人的是她笔下的哈萨克牧民，他们不是符号化的少数民族，而是一个个有名有姓、有脾气有故事的活生生的人。比如总来赊账的牧民，他欠了钱不好意思来店里，就打发他6、7岁的小儿子来买东西。小孩攥着钱，一字一句地转述父亲要买的东西，那份郑重其事让人忍俊不禁又心生暖意。账最后总会用羊羔、黄油或别的什么还上，在这里信任比契约更结实。他写年轻的牧人骑马而来，买完东西并不急着走，靠在柜台上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眼睛亮晶晶的，身上带着阳光和青草的味道。也写孤独的老牧人，每次来就买1瓶酒，坐在山坡上对着旷野独饮，喝完了唱一会儿歌，然后骑马消失在暮色里。他们的生活遵循着古老的节律，春夏秋季牧场迁徙，冬天进入温暖的冬窝子。羊群、马匹、骆驼是他们全部的财产和陪伴。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一场暴风雪就可能让一个家庭损失惨重，但他们身上有一种我们难以理解的平静的坚韧。快乐时就弹起冬不拉，歌声能穿透整个山谷，悲伤时也沉默地承受，认为那是真主的安排。李娟观察他们，也被他们观察。她写自己第一次尝试挤牛奶的笨拙，被奶牛一脚踢翻桶子，写她学着骑马，从马背上滚下来，惹得牧人全家哈哈大笑。在这种笨拙的互动中，隔阂慢慢消融。她不再只是一个开店的汉人丫头，她成了他们生活背景的一部分，一个可以开玩笑、可以倾诉、可以托付一点小事的自己人。在阿勒泰，人不是世界的主宰，只是自然中平等的一部分。李娟用大量笔墨描绘了那里的山川万物，文字干净的像被雪水洗过。她写森林的夜，那样的夜里，星空璀璨的无法形容，仿佛整个天空都在沸腾，银河浩荡地横过天际。写冬天的雪，雪是明亮的，但不是刺眼，而是一种柔和的来自内部的明亮，像整个世界都点着灯。他写动物，不仅写作为财产的牛羊马，更写那些荒野的精灵，写一只总来偷吃干果的红色松鼠，机警又贪心，写深夜里帐篷外徘徊的野狼，
绿莹莹的眼睛像两盏小灯，让人恐惧又着迷。写迁徙途中死去的骆驼被静静地埋葬，牧民会为此沉默哀悼很久。在他笔下，一草一木，一身一处，都有其尊严和灵魂。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与被征服，而是共生与对话。你会感到人在这里变小了，但心却被这无边的旷野撑得无比开阔。然而，阿勒泰的生活绝非田园牧歌式的浪漫，它的底色是巨大的，几乎能将人吞噬的孤独和寂寥。长达半年的冬季，大雪封山，有时一连几个星期见不到一个外人，天地间只剩下白茫茫一片和无休止的风声。李娟描述那种感觉，时间像是凝固了，又像是被无限拉长。你坐在屋里，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听见血液流动的声音。这种绝对的静，对于习惯喧嚣的现代人来说，可能是一种酷刑，但它也逼迫人向内走，直面自己最真实的精神世界，还有生存的压力。一次失败的交易，一次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场自然灾害，都可能让本就微薄的生活陷入困境。李娟写妈妈为了省钱，在严寒中舍不得烧太多的煤，手脚都生了冻疮。写自己生病时，去最近的诊所也要骑马颠簸大半天，这里没有便利可言，每一次获取都需要付出艰辛的体力。但奇妙的是，正是在这种极致的匮乏与寂静中，快乐变得异常简单和纯粹。一包从远方来的水果糖，一件新做的鲜艳裙子，一个路过熟人的拜访，甚至只是天气放晴，都能带来巨大的喜悦。李娟写道，我们需要的那么少，而我们得到的又刚刚好是我们需要的。这种体验是我们这些被物欲包围的现代人早已遗忘的珍贵能力。在整本书平静如水的叙述里，有两个场景像两块投入心湖的巨石，激起的涟漪久久不散，它们构成了我心中无可替代的情绪高潮。第一个高潮，外婆的消失。那是一个普通的下午，李娟和妈妈正在忙碌，忽然发现一直坐在门口晒太阳的外婆不见了。外婆年事已高，有些糊涂，在这片毗邻森林和旷野的地方走失，后果不堪设想。一瞬间，平静被击得粉碎，妈妈像疯了一样冲出去，李娟也紧跟其后。他们在房子周围呼喊，没有回应，恐惧像冰冷的藤蔓爬上脊背。他们扩大了搜索范围，向遇到的每一个牧民比划，询问。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暮色开始降临。阿勒泰夜晚的寒冷和潜在的危险，让这份恐惧变得具体而尖锐。李娟写道，我们找遍了附近所有的沟沟坎坎，喊得嗓子都哑了。森林那么黑，那么静，它吞没了我们的声音，也好像吞没了外婆。就在绝望像潮水般涌来时，一个牧童骑着马过来，比划着说看到过一个老太太往西边去了。他们像抓住救命稻草，深一脚浅一脚地向西边追去，最后在一处向阳的开满野花的山坡背风处找到了外婆。她并没有走远，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远方的雪山和云彩，表情安详，甚至有点怡然自得。找到她的狂喜过后，是一种更深沉的站立。李娟看着外婆小小的蜷缩的背影，融在无边的风景里，忽然感到一种巨大的渺小感。不仅是外婆的渺小，更是所有人的渺小。在自然和时间面前，生命如此脆弱，像一朵随时会熄灭的火苗。但同时，外婆那种近乎禅定的安宁，又传达出另一种信息。当一个人老到一定程度，或许就不再恐惧消失，而是开始与天地进行一种沉默的最后的融合。这个场景没有哭喊，没有激烈的抒情，但那种在广阔自然中寻找一个亲人的焦灼、恐惧
以及找到后的虚脱与哲思，穿透纸背，让人久久不能平静。它关乎失去，关乎寻找，更关乎生命在终极意义上的归宿。第二个高潮，给一只羊的葬礼。这不是人的葬礼，是一只羊，一只在转场途中因为太老太弱而死去的羊。在牧民的经济生活中，一只羊是重要的财产，它的死亡意味着损失。但李娟看到的不只是损失。牧羊的是一家哈萨克老人，他们没有抱怨，也没有匆匆丢弃。老人下了马，沉默地看了看死去的羊，然后和儿子一起在路边选了一处干燥能看到远方的地方，用手和随身的小铲挖了一个坑。他们小心地把羊放进去，没有用任何东西包裹，就让它直接接触大地。然后他们开始填土，动作很慢，很郑重，就像在进行一个重要的仪式。填平后，老人没有立刻离开，他摘下帽子，站在那个小小的土堆前，沉默了片刻，他的嘴唇卡动，像是在念诵什么，又像是在和这只陪伴了多年的生灵做最后的告别。然后他戴上帽子，翻身上马，继续赶着剩下的羊群向前走去。整个过程除了风声和羊群的咩叫，再没有其他声音。李娟远远地看着这一切，她被深深震撼了。她写道：我突然很想哭，不是为这只羊，是为这种对待生命的态度。他们尊重一切活过的生命，哪怕它只是一只羊，也曾是这草原的一部分，吃过这里的草，喝过这里的水，晒过这里的太阳。他的生命配得上这样一场安静的告别。这个场景是全书精神的凝结，它展现了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人性深处未曾泯灭的温柔与庄严。它告诉我们，生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获取和占有，更在于如何郑重地对待失去，如何庄严地告别。这种对生命的普遍尊重，超越了功利，直抵文明最原初、最本真的内核。在那一刻，那只死去的羊和那位沉默的老人共同完成了一首关于生命与尊严的无言的史诗。这两个高潮，一关乎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一关乎生命本身的价值。它们一静一动，一内一外，共同构筑了我的阿勒泰最动人的精神峰峦。李娟的文字初读觉得轻盈、幽默，甚至有些没心没肺，但读到最后，你会发现那轻盈之下是生命的沉重，幽默背后是洞穿世事的悲悯。我的阿勒泰给予我们的不是答案，而是一种全新的观看世界和自我的视角。关于苦难的重新定义，它是日常而非悲剧。我们习惯将超出日常承受范围的事称为苦难，并赋予其悲情的色彩。但在阿勒泰，李娟笔下的人们生活在被我们视为极端苦难的环境中，严寒、匮乏、孤寂、劳苦、无常。然而他们并不整天沉浸在苦难叙事里，他们会抱怨天气，会为损失痛心，但转头就会为一件小事开怀大笑，会在风雪夜弹起欢快的曲子。苦难被他们消化成了日子本身，这颠覆了我们的认知。我们总在追求免于苦难的生活，并将其等同于幸福。但李娟告诉我们，或许真正的强大不是消灭苦难，而是拥有一种将苦难常态化，并依然在其中发现乐趣的生命力。就像他妈妈在零下40度中修烟囱，冻得龇牙咧嘴，却还能调侃自己像只笨熊。这种能力不是麻木，而是一种更深沉的清醒。我接受生活本来的粗糙的质地，并决心在上面绣出属于自己的花纹。关于现代性的反思，我们是否在追逐中丢失了本质？李娟的阿勒泰是一个前现代的社会，那里没有网络，通讯基本靠喊，交通基本靠走或骑马。时间以日出日落，牧草枯荣，
牛羊产高为刻度，人的生活与自然节律严密咬合。当我们通过李娟的眼睛去看那种生活时，会产生一种复杂的感受，一方面是感到那种生活的艰辛与不便，另一方面又会感到一种惊人的完整感。人的感官是打开的，能清晰地感知冷、热、风、阳光、气味。人的劳动与收获直接相关，你能看到自己一天的劳作如何变成晚餐，如何变成御寒的衣物。人的社群关系基于面对面的信任与互助，而非虚拟的点赞。这映照出我们现代生活的某种悬浮状态。我们被无数中间环节包围，不知道食物如何而来，能量如何转换，情感如何真实流动。我们追逐效率、便利、娱乐，却常常感到空虚和焦虑。阿勒泰像一面镜子，让我们反思，在奔向现代的途中，我们是否把一些关于生命本质的珍贵的东西当作行李一样丢掉了。比如与自然的深度连接，劳动的切实意义，以及人与人之间毫无中介的体温，关于渺小与丰盛的辩证。在限制中获得自由。在阿勒泰的宏大景观面前，人显得无比渺小。一场雪灾就能抹平所有人为的痕迹，一片荒野就能吞噬个体的声响。然而李娟的文字却传递出一种奇特的丰盛感。物质的极度匮乏反而让精神的触角变得无比敏锐和宽广。因为选择少，所以每一份得到都倍加珍惜。因为寂静，所以能听见内心最微小的声音。因为空间辽阔，所以思想可以漫无边际地驰骋。这是一种悖论。人在物理世界被限制到极致时，精神世界却可能获得最大的自由。这给我们这些困在都市格子间，看似拥有无数选择，实则被各种隐形规则束缚的现代人一个深刻的启示：丰盛或许不在于你占有了多少，而在于你感知到了多少。自由或许不在于你能去往多少地方，而在于你在所处之地能构建起多么深广的内心世界。关于书写的意义，为正在消失的世界建立文字的碑林。李娟的写作有一种紧迫的、纯正的历史感。她清醒地知道，她所记录的这种游牧生活，这种人与自然的古老关系，正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急速消失。柏油路会修进深山，定居点会取代夏牧场的帐篷，年轻人的冬不拉会弹得越来越生疏。他的笔于是成了一台温柔的摄影机，也是一个悲悯的考古学家。他写下转场时浩荡的树群扬起的尘土，写下冬窝子里昏暗油灯下的家庭聚会，写下那些即将被遗忘的哈萨克古歌的旋律。他不是在歌颂落后，他是在挽留一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一种独特的生活智慧和生命态度。这让我们思考，在这个一切都在加速标准化、扁平化的时代，我们每个人是否也有责任去观察、记录、守护自己身边那些微小而独特的文化基因。它们可能是一种方言，一道家乡菜的做法，一个老手艺，一种即将消失的邻里关系。个体的记录最终会汇成历史的细流。关于家园的最终答案，它不在身后，而在与世界的深情互动之中。李娟和母亲、外婆始终是这片土地的外来者。他们没有自己的草场和羊群，经营着不稳定的生意，像浮萍一样漂泊。他们有家吗？读完全书，你会发现他们有。这个家不是一座固定的房屋或一片土地，这个家是母女三人相依为命的温情，是外婆走到哪里都要带着的那把用了很多年的旧铝壶，是妈妈无论多难都要让商店亮起的那盏灯，更是他们与这片土地、与这里的牧民建立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些善意的玩笑，那些赊欠的账目，那些风雪中的互相帮扶，家园再次被重新定义。它不是一个地理的终点，而是一个关系的总和，
一种情感的认同，一种我在其中并被接纳的归属感。李娟最终在阿勒泰找到了家园，不是因为她拥有了它，而是因为她用全部的身心生活在了其中，并与之产生了深刻的对话与感情。这告诉我们，寻找家园或许不是要回到某个特定的地方，而是要找到一种能与世界建立深度连接的方式，并在这种连接中确认自己的位置和存在。合上我的阿勒泰，窗外的城市灯火或许依然璀璨，但你的心里是否有一小片地方被李娟笔下的风雪清洗过，变得清澈而安静？我们终究要回到自己的生活中，面对车贷，面对房贷，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阿勒泰的牧歌无法解决我们具体的烦恼，但它像一剂长效的安慰剂，在你心里种下了一片精神的草原。当你再次被喧嚣裹挟感到窒息时，或许可以想起李娟描述的某个画面，想起那片沸腾的星空，想起风雪夜里帐篷中那盏橘黄色的温暖坚定的灯，想起那位在路边默默埋葬老羊的牧人，你会发现自己的心跳不知不觉就慢了下来。这个世界跑得太快了，我们被裹挟着一路狂奔，生怕被落下。但李娟和她的阿勒泰静静地待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告诉我们，还有一种活法，是慢的，是深的，是直接用手去触碰生活粗苦的质地，并从这粗空中咀嚼出真实的甜。它不是要我们逃离都市，归隐田园，它是要我们在心里保有一片阿勒泰，一片能让我们暂时卸下所有社会角色，只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生命，去感受风、阳光、寂静与自己呼吸的地方。那片地方是你的精神原点，是你的力量源泉。最后留给你一个问题，它很简单，但可能需要你用一生去回答。在你此时此刻的生活里，有什么东西是像阿勒泰的牧民对待一只老羊那样，让你愿意付出纯粹的、无关功利的郑重与温柔？带着这个疑问入睡吧，愿你的梦里有一片清澈的星空和一声遥远的、自由的牧歌。晚安。